出差3月回来，沈明月发现老公的女兄弟住到家里来了。晚上11点，沈明月走下高铁站。凌晨1点，她疲惫地拖着行李箱打开家门。燕州，我回来了。推开门的一瞬，沈明月视线的第一眼就是玄关处的细高跟鞋。她顿时愣住，她的第一反应是：这么晚了，还有客人吗？然后心口才后知后觉地往下一沉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穿着真丝吊带裙的女人迎了上来，热情地接过她的行李。明月姐，你回来啦！沈明月又一次愣了，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。这时，却见她的丈夫郁彦周从主卧里走出来，否定了她的想法。沈明月语气不详：郁彦周，她是谁？郁彦周语气平淡：她是我大学时候的师妹薛庆怡，这几天来出差没地方落脚，就在咱们家暂住几天。沈明月打量薛庆怡那几乎露出半个胸的吊带，皱起眉：她不能住酒店吗？又不是没有客房，朋友而已，你别太敏感了。我敏感？沈明月只觉自己后脑勺又开始抽痛，迫不及待回家的喜悦已经彻底消失。我甚至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的师妹。她和郁彦周结婚4年，就从来没听过这个人。薛庆怡适时插话：明月姐，你别想太多，我和学长的关系就像是好兄弟一样的。要是你实在不喜欢我，我明天就搬出去。够了，沈明月。郁彦周不耐发话：能不能别疑神疑鬼？沈明月心口一滞，想说什么，可她连夜赶回来，已经疲惫到了极点。我累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她揉了揉眉心，拖着行李箱回了房间。沈明月快速洗漱完，准备躺下休息，背却被什么东西硌到了。探手一摸，摸出来一个没见过的耳环。沈明月心骤然一沉，这不是她的，那还会是谁的？什么情况下才会把耳环落在床上？沈明月根本不敢再往下想，脑袋都懵了。她不敢置信地哑声问：郁彦周，这是什么？郁彦周背对着她睡着，隐隐不耐：什么是明天再说？沈明月将坐在黑暗中，手里的耳环像个烫手山芋。他结束采访，连一刻喘息都没有就从山区赶回来，是因为明天就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。可现在他忽然有些迷茫了。第二天，沈明月醒来时，身边已经一片冰凉。郁彦周早就出门了，根本没打算和他解释任何。以前那个告诉他不要带着坏情绪过夜的人去哪了？掌心酸痛，沈明月才发现自己竟然攥着那耳环睡了一夜，心里泛起阵阵苦涩。沈明月走出主卧，就见客房的门大开着，薛庆怡果真已经搬出去了。沉默地站了一会儿，她还是回了房，将那耳环塞到了梳妆台最里层。电视台放了她3天假，沈明月就开始收拾屋子。整理客厅时，沈明月发现桌上有郁彦周落下的文件。沈明月当即送去了郁彦周的公司，郁彦周人却不在。秘书说，郁总推掉了今天的所有行程，没有来公司。沈明月一愣，心中却是升起欣喜。他想，原来郁彦周还没有忘记今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，这是要给自己准备惊喜吗？沈明月回到家，做了一桌子郁彦周爱吃的菜。可等到很晚，郁彦周都没有回来，也没有联系他。墙上时钟滴答滴答地走，指向了晚上10点。沈明月有些担心，拿起手机准备联系郁彦周，却发现他发了朋友圈，很简单一句话：祝小朋友生日快乐。图片是一个戴着生日帽的小男孩，郁彦周和薛庆怡一左一右陪在他身边，满面温柔。沈明月心脏抽疼了一下，他点开图片，发现郁彦周甚至取下了右手的婚戒，是有意还是无意，他不知道。此刻他只觉得浑身发冷。那个孩子是薛庆怡的吗？和他又有没有关系？
玉燕州一夜未归，沈明月在沙发上想了一夜，直到第二天早上才传来开门的声音。见到明显等了他一夜的沈明月，玉燕州愣了一下，但他没有过问任何，也没有解释一句，只是一边往里走一边说：“帮我熨一件衬衫，配好领带，今天有会议。”沈明月没有动，想问玉燕州和薛庆怡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但话到嘴边，看到玉燕州不耐烦的样子，忽然又觉得没有意义。他哑声问玉燕州：“你还记得昨天是什么日子吗？”玉燕州动作没停：“什么日子？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。”玉燕州顿了一下，便语气淡定的道：“忘了，礼物回来不给你。”沈明月咬紧发白的唇，这一瞬心口都是窒息的。他的目光落在玉燕州依旧空荡荡的无名指，几乎是徒劳的开口，语气轻飘飘：“那你的婚戒呢？”玉燕州看了一眼，无所谓说：“可能落在朋友家了，回头拿回来。”又催促道：“我去洗个澡，你快点准备好。”语落，他直接进了浴室。沈明月有许多话哽在喉中，难以下咽，却还是去帮玉燕州准备好了衣服。只因当初两人结婚前就说过的，会支持对方的工作。玉燕州还没出来，电视台那边就打来了电话，说储存卡出了问题。他是文教记者，之前出差就是为了拍一个山区教育纪录片。沈明月连忙赶过去处理，一直忙到晚上，沈明月才回到家。玉燕州坐在沙发上，暖色灯光添了几分家的味道。看到他无名指上的婚戒，沈明月心情复杂。玉燕州戴上了戒指，自然意味着他和薛庆怡今天又见过面了。玉燕州瞥他一眼，语气淡淡：“后天过节回去看妈。”沈明月解释说：“我后天上午有报道，可能要晚一点，到时候你先回去吧，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。”就在玉燕州打断他的话：“又是工作，你每天就这么忙？”“对不起，过了这一段时间就好了。整天不着家，赚那几个钱够做什么？”玉燕州语气不屑。沈明月不禁攥紧手，他明知道这是他的梦想。他深吸口气，咽下喉间酸苦，看着他道：“我们不是说好支持对方的工作吗？前提是你不会忽视家庭。”“我没有忽视，睡了。”玉燕州却不想听他多说，起身就回了卧室。沈明月一口气憋在喉咙，心里十分难受。难道是因为他总是忙于工作，忽视了玉燕州的感受吗？这么想着，在睡觉时，沈明月主动抱住了玉燕州。“燕州，我们要个孩子吧。”他想着，有了孩子，这个家也会更有家的感觉。玉燕州一愣：“你现在准备好了？”沈明月以前担心影响工作，也担心自己没有时间陪伴孩子，所以一直没有要孩子。他点头：“现在年纪也不小了。”语落，沈明月主动凑过去亲吻玉燕州的侧颈、耳垂。玉燕州的身子僵了一瞬，呼吸渐渐加重，随后猛地转身压住他，化被动为主动，落下充满掠夺性的吻。沈明月搂住他的脖子，努力迎合。当玉燕州的手游移着去解扣子的时候，手机铃声骤然响起，是玉燕州的手机。他不耐地接了电话，接着眉头一皱：“好，我马上过去。”玉燕州直接一把推开沈明月，马上就往外走。沈明月只来得及看到来电人的备注：“小迷糊，小迷糊。”短短3字，充斥着不可言说的暧昧和亲昵，宛如一盆冰水浇下。沈明月心骤沉，他拉住玉燕州：“你去哪？”玉燕州十分着急，庆怡的孩子发高烧了，他联系不到其他人。“那我和你一起去。”玉燕州甩开他，脱口而出：“不用，你别添乱。”沈明月猛地愣住，玉燕州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看着敞开的门，沈明月心里空了一块，久久没能回神。那样亲昵的称呼，他和薛庆怡真的只是普通朋友吗？他不敢去想，
强迫自己睡去。第二天，沈明月去公司找彻夜未归的郁彦周，秘书带他去休息室等待。郁总在开会，很快就会出来，你先休息一下吧。沈明月半途上发现了工位上有个熟悉的名字，薛庆怡。哦，他是郁总前几天高薪聘请的翻译官，最近和国外企业的洽谈都带着他。沈明月愣住了，心口像被骤然卡进一根刺。郁彦周不是说他是来出差的吗？现在却变成了他的下属。他以前倒不知道郁彦周对朋友这么好，安排工作，还照顾孩子。沈明月攥紧手，沉默地等待起来。片刻后，郁彦周回来了，还跟着一个薛庆怡。两人正说说笑笑，靠得很近。秘书上前说了什么，沈明月就看到郁彦周脸上的笑愣了一瞬，接着朝他走来。你怎么来了？看你一晚上没回来，带了换洗的衣物给你。雨落，沈明月拿着袋子的手一紧。郁彦周的带着的领带他从来没见过，系的方式也和他不一样。郁彦周扫了一眼衣袋，平淡说：不用麻烦，我自己会准备。沈明月手攥得更紧了，他几乎脱口而出：是你自己准备，还是有其他人给你准备？我先走了。沈明月喉间苦涩无比，逃一般离开了公司。他生怕再多停留一会，情绪就会失控，不想再陷入无谓的情绪消耗。沈明月干脆提前销假回到电视台。同事一见他就凑过来八卦：新台长上午来了，帅气又多金。沈明月强撑着笑了笑，展示了一下自己的婚戒。可惜我已婚了，对这些不感兴趣。唉，你真是想不开，英年早婚，感情到了就结婚了。他和郁彦周算起来也是青梅竹马，大学时确认了恋爱关系，毕业后就结了婚，在感情上一直都是一帆风顺，所以他从未想过两人的感情会出问题。不想把坏情绪带到工作上，沈明月强打起精神整理材料，准备下一个采访。采访的地点是幼儿园。沈明月一边报道着，却在快要结束时忽然看到一孩子，和郁彦周朋友圈里那个小男孩长得一模一样。在镜头下，沈明月强装镇定地去和他谈话：小朋友已经放学了，你怎么还没回家呀？我在等爸爸妈妈来接我。爸爸妈妈，所以薛庆怡其实有丈夫。那他是不是真的误会了？才这么想着，男孩忽然站起来朝门口跑去。爸爸妈妈，我在这里。沈明月回眸看过去，顿时整个人一僵。薛庆怡从副驾驶下来，而从另一侧下来的男人是她的丈夫郁彦周。男孩扑到郁彦周怀里，薛庆怡摸了摸他的头。一旁的电视台同事艳羡道：真是幸福的一家三口。沈明月嘴唇颤抖着，说不出话，浑身都克制不住的发冷。他不知道怎么完成拍摄的。回到家时，他几乎精疲力竭。电视柜上两人的婚纱照还像以前一样放着。沈明月看着照片上两人幸福的笑，唇角扯了扯，却只剩苦涩。晚上，郁彦周回来了。沈明月深吸了一口气，直接开口：我今天在幼儿园采访，听见薛庆怡的孩子叫你爸爸了。郁彦周一愣，便随口说：小孩子不懂事，瞎叫的。那你也不懂事吗？沈明月声音发抖。郁彦周有些不耐了，他皱起眉：只是一个称呼，你别太小心眼了。沈明月心口发冷，他攥紧手，直直看向郁彦周的眼睛，声音沙哑的厉害：郁彦周，你变了。以前那个一件小事就会担心他多想的郁彦周，似乎早就变了，只是他现在才察觉到。郁彦周眸光一震，刚想说什么，这时他的电话又响了。来电人是小迷糊，尤为刺眼的被驻扎在沈明月眼里。郁彦周想按灭，沈明月却道：接电话吧。郁彦周眉皱得更深，扫了沈明月一眼，竟真的就接通了。
他语气一瞬变得温柔，怎么了？没事的，举手之劳。沈明月就这么看着自己的丈夫对别人嘘寒问暖，眼眸一点点暗淡下去。隔天便是端午节，沈明月忙完工作就匆匆赶往玉家，一见玉母，他就送上礼物，妈，端午节快乐。玉母很是和气，同乐，快进来吧。沈明月走进家门，就和沙发上的玉燕洲对上了视线。他缓缓走到他身边，还没坐下，便听玉母有意无意问道：“你们啊，结婚都4年了，怎么明月这肚子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”沈明月忙道：“我们打算备孕了，有人不想要。”玉燕洲同时和他一起开口，顿时屋内气氛变得古怪。玉母皱了皱眉，又放轻了声音，温柔对沈明月说：“慢慢来也好，咱不着急。”沈明月看着玉燕洲，心口如针刺般疼。他挤出一抹笑：“妈，我去洗些水果吧。”他仓皇走进厨房，打开水龙头，才发现自己的手表没有摘。沈明月回身去拿纸巾，走到厨房口，却听到了玉母的声音：“你别什么都听他的，说不要就不要，结了婚怎么能不生孩子呢？要是他身体有问题，那就早点治疗，实在不行就早点离了。”沈明月浑身发冷，就这么僵在了原地。他父母死得早，从小除了奶奶以外，玉母就是对他最好的长辈。可原来这不过是他的自以为是罢了。他悬起一颗心，想要听玉燕洲的反应，便听玉燕洲沉默了一会，回答道：“霎时间，沈明月脸色煞白。沈明月以工作为由，连夜离开了玉家。即便玉燕洲很不满，他也做不到留下来，耳边总会浮现那些令他难过至极的话。为了转移注意力，沈明月一股脑投到了工作上，甚至直接在电视台睡下。而玉燕洲也没有再联系他，两人就这么陷进了冷战。2天后，沈明月开着车独自一人去采集资料，等待红绿灯时，忽然瞥见后视镜里有一道熟悉身影。沈明月一怔，马上回头去看，就见一家高级酒店门前，玉燕洲搂着薛庆怡走了出来。他绝不会认错。一瞬间，沈明月同人骤缩，脑中似有惊雷炸开，哔哔鸣笛声在耳边不停地响。沈明月猛地回神，就见马路对面一辆失控的货车竟直接朝他这边撞了过来。紧要关头时，货车偏移了方向，从沈明月的车头堪堪擦过，安全气囊弹出，他因冲撞而昏了过去。醒来时已经是晚上，沈明月头上包了纱布，医生正在给他做检查。目前来看，你没有严重的外伤，但还是要留院观察几天，看看有没有造成内伤。这几天就叫家里人过来照顾一下吧。沈明月劫后余生，松了一口气。他沉思了片刻，还是打了电话给玉燕洲。电话过了很久才接通。沈明月张开唇，嗓子又干又涩，宛如刀割。他想说自己出车祸的事，却听见自己说出口的是：“你现在在哪？”玉燕洲的声音有些不耐烦：“我昨天就到了京市出差，没什么大事，不要找我。”昨天就到了京市，那他白天在酒店门口看到的那个人又是谁？这一刻，沈明月说不出自己什么心情，只有一种痛刻骨铭心从心口蔓延。他闭了闭眼，哑声说：“我在医院，你能来照顾一下我吗？”电话那头似乎沉默了一下，随即玉燕洲啧了一声：“有事就找医生，我很忙，实在不行就找个护工。”好。沈明月只能说好。话刚落，电话就被挂断。沈明月的眼泪忽然落了下来，他无比清晰地意识到，玉燕洲已经彻底变了，变得满口谎言，冷漠无情。他红着眼，无声地掉眼泪。忽然，一只修长的手递了纸巾过来。沈明月吓了一跳，猛地抬眸，才发现病房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个人。
沈明月一下僵住了，磕绊道：“台长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来人便是电视台的新台长傅长业。沈明月尴尬极了，也不知这人什么时候进来的，眼泪却一时止不住，看着更狼狈了。傅长业避开他通红的眼，看向别处：“我敲了门，看你没反应，担心出事，所以就进来了。”他把手中纸又往前递了递：“我代表台里来慰问一下，全部的花费台里会给你报销，你就好好休息一阵子。”沈明月只好接过那纸擦眼泪，摇头说：“我没事，很快就会好了，不会耽误工作。”傅长业似乎也觉得尴尬，说了几句，很快就走了。尴尬的情绪也冲淡了悲伤。沈明月擦干净眼泪，便再也哭不出来，只是沉默睡在病床上，睁眼到天明。沈明月住了3天院，同事们发来很多问候，可是郁彦周一句关心都没有。沈明月早有预感，却还是不由得心脏揪紧，有些喘不过气来。出院这天正好是郁彦周的生日，沈明月刚办完出院手续，就收到朋友发来的信息：“你怎么还没来？郁彦周的生日聚会你才是女主角呀，迟到了小心被别人占了风头。”沈明月看着这消息愣住了。往年郁彦周的生日都是他们2个人一起的，而这次郁彦周竟然提都没和他提。沈明月心一下攥紧，按照朋友发的地址赶了过去。等他赶到时，包厢里正是气氛最热络的时候。沈明月推开包厢门，里面甚至没有人注意到他。沈明月还在人群里搜寻郁彦周的身影，就听见有人说：“庆怡，你输了，要在这里面找一个异性接吻10秒。”沈明月一愣，下意识朝声源处看去，就见吧台处，薛庆怡直接走到郁彦周面前：“郁总，你介意吗？”“不要，不可以。”沈明月手死死攥紧，他想喊出来，嗓子却忽然失了声。郁彦周神色带笑，满不在乎。下一刻，薛庆怡就亲了上去。那一瞬间，沈明月如落冰窖，心里有什么彻底崩塌。众人纷纷起哄鼓掌。哇哦！10、9、2、1，倒计时结束。郁彦周随意抬眸，对上了沈明月通红的眼。郁彦周一愣，下意识推开了薛庆怡。看什么呢？郁总！这突然的推搡让其他人也跟着看过去，便见沈明月站在门口，一张煞白面容，毫无血色。刚才还热闹的场景忽然寂静下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忽然有人开口：“管得真严，只是玩玩游戏而已。”接着便是淅淅沥沥的附和：“就是啊，至于摆着张臭脸吗？真扫兴。”薛庆怡随即一脸愧意地朝郁彦周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彦周，是我的错，搞得嫂子不开心了。”“你没错。”郁彦周下意识安慰他，又皱眉斥责沈明月：“你来捣什么乱？”沈明月说不出话，看着他凉薄面孔，一颗心似在冰水中浸过。他不说话，气氛顿时更冷了。一个郁彦周的兄弟看不下去了，也插嘴道：“嫂子，男人结了婚也是要有私人空间的，你懂点分寸。”此刻，沈明月忽想起以前听说过一句话：他的兄弟对你的态度，取决于你在他心里的地位。沈明月此刻终于体会到了，在各异目光的注视下，他转身狼狈离开。可情绪终究难以压抑，他走了没几步，眼泪便再也忍不住从眼眶大颗坠下。会所吊灯无比明亮，将他的狼狈照射得无所遁形。忽然，他前面一个包厢的门开了，一个男人走了出来。沈明月下意识看去，就和傅长业面面相觑，一瞬都愣住。还是傅长业先开口：“你出院了，身体恢复了吗？”沈明月连忙低头擦眼泪，这次连尴尬都变作难受。他低着头，不想再让这人目睹他的狼狈。已经没事了，谢谢台长关心。室内冷气很足，沈明月缩了缩肩。
傅长业见此，脱下外套给他：“你才刚出院，夜里风冷，穿着吧，过几天回台里再还给我。”“谢谢台长。”沈明月瓮声瓮气地道谢。他心里忽然更难受了，连只有几面之缘的人都比于燕州更关心他好。那我先走了。傅长业正要离开，却见于燕州和薛庆怡一前一后走了出来。于燕州自不是出来追沈明月的，他胸前一大片显眼的9字。薛庆怡正一边用纸巾去擦，一边道歉：“燕州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手忽然没拿稳，擦得干净吗？不然我另外送一件给你。”他擦着擦着，几乎要靠在于燕州怀里。沈明月看见这一幕，忍不住攥紧了手，死死咬住唇。就在这时，傅长业忽然开口：“薛庆怡，还真是你。”语落，薛庆怡浑身一僵，抬头看到傅长业，他目光躲闪：“你认错人了，我不认识你。”傅长业只是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：“你还真是没变啊，前女友，孩子的亲生爸爸找到了吗？”说着，他看向于燕州：“难道是他？”沈明月忽然心一颤，薛庆怡的孩子已经4岁了，如果真的是于燕州的孩子，那不就是他们结婚的时候？他看向于燕州，就见于燕州上前一步，将薛庆怡护在身后，朝着傅长业冷声道：“你是谁？”他又看着沈明月身上的男士外套，脸色更不好看，质问道：“你们什么关系？”傅长业一皱眉问沈明月：“你认识的？”沈明月看着于燕州那护着另一个女人的模样，根本说不出他是自己的老公，只能干巴巴说出一句：“认识。”不想再留在这可笑的场景，他转身要走，于燕州却快步逼近，死死扣住沈明月的手腕，眸光冰冷：“你今天来这里，恐怕不是为了我吧？你们已经多久了？出差是不是和他一起的？”“沈明月，你恶不恶心？”沈明月手腕被攥得通红，却不及此刻心疼。他惨白了脸反问：“于燕州，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吗？”于燕州眼神更冷，还想说什么，薛庆怡就上前一把拉住他，语气带了一丝急切：“燕州哥，朋友们还等着我们回去切蛋糕呢。”于燕州这才冷静下来，甩开沈明月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傅长业总算看明白了现况，见沈明月失魂落魄地望着那两人离去的方向，他欲言又止，最终劝道：“有些人是不值得为他伤心的。”“谢谢。”沈明月只能苦笑。把衣服还给傅长业后，他径直离开会所，不想回家。沈明月吹了半夜冰冷的江风，江的对岸和4年前已经截然不同，他和于燕州也是。天亮时，沈明月到了家门口，可他最终还是没进门。他转身去车站，买了最早的车票回老家看奶奶。沈明月曾经想要接奶奶到城里住，可奶奶说她习惯了那个家，几10年了。本来说要常回来看看的，可是工作一忙起来就看不到头。离上一次回去已经半年过去了，远远就瞧见头发斑白的老人杵着拐杖坐在门边。沈明月鼻尖一酸，加快了步伐：“奶奶！”沈奶奶看到他愣了一下，随后马上抓着拐杖站起来，笑得脸上堆满褶子：“乖乖，你回来了。”沈明月忙去扶奶奶，进了屋，奶奶又疑惑道：“燕州怎么没来？”“他最近有点忙。”“忙啊，忙点也没事，只要你们感情好，奶奶就放心了。”沈明月压下心中苦涩，强笑道：“挺好的。”奶奶又忙招呼他：“乖乖，来吃桃子，你不是最爱吃这个，奶奶今天早上才买的，很新鲜的。”沈明月心里不由得传来暖意。他去厨房拿削皮刀，余光却看到垃圾桶里丢了几个已经干瘪的桃子。沈明月愣了一下，忽然就反应过来，奶奶其实一直都在等自己回来看他，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，所以才一直会去买新鲜的桃子常备在家里。
咬一口削皮的桃子，沈明月对上奶奶期盼的目光，问她好吃吗？她鼻尖发酸，重重点头，好吃。爱她的人根本无需多言，不爱她的人也能一眼辨识。2天后，沈明月回去工作，还没下车就收到了消息轰炸。同事分享了很多视频过来，并劝他最近你先在家里待着，别来上班了。沈明月一脸茫然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打开一看，才知道原来是因为他之前报道了几家有问题的商家，现在那些人都开了直播，在一边哭一边卖惨，声泪俱下。那该死的无良媒体，胡说八道，害得我们厂的几千斤的产品都坏了，上上下下几百张口都等着吃饭呢，现在都打水漂了。我把房子都抵押了，我老婆为了帮我筹钱都住院了，造孽啊！我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只能开直播求大家帮帮我。我不要钱，只求一个公道。沈明月看得皱眉，他分明没有说谎，每一份报告都是真实的。这个商家显然是在误导观众，想引导舆论转移注意力，他的目的也确实达到了。短短半天，舆论发酵，网友们都找到了沈明月本人的账号，在他往日发表的内容下大肆辱骂，写假新闻死全家，为了热度连做人的底线都没有，真是什么贱种都能做记者，你就该跪下给所有受害者磕头。沈明月看了一眼就关上了，他心里又气又难受，却也知道现在不是反击的最佳时机，再次申请检查结果需要时间。心情沉重地推开家门，屋内亮着灯，玉燕洲在家。沈明月动作顿了一下，才换了鞋往里走。他和玉燕洲目前没什么好说的，却听身后玉燕洲嗤笑一声：沈大记者，你以前坚持的职业操守都去哪了？沈明月一下僵住，你也不相信我？他不敢置信，玉燕洲竟然宁愿相信那些陌生人，都不愿意相信他。这么多年了，他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。玉燕洲垂眸看手机，是情是什么样的，我看得到。沈明月手攥紧，看着眼前这个忽然无比陌生的男人，忽然笑了，自嘲而无奈。那你就好好看着。哑声说完，沈明月不再看他，回了房间。舆论消停前，电视台那边他暂时去不了，只能在家等待结果。不停地有骚扰电话打进来，无奈之下只能关机。换了张电话卡，才发现他被人肉了，姓名、籍贯、联系方式、住址都被爆了出来。玉燕洲早出晚归，两人几乎没有说过话。沈明月这几天过得焦头烂额，忽然接到了奶奶家带来的电话，他请去照顾奶奶的阿姨语气焦急：沈小姐，你奶奶忽然心梗了，家里药也没有了，家门口堵了好多人，救护车根本进不来。沈明月心猛地揪紧，热心网友进不来玉燕洲家的高档小区，就去堵在了奶奶家门口。依稀还能听见电话那边有人在呼喊：无良记者，害人生计，道歉。沈明月急得要命，忽然想起玉燕洲正好在那边出差，他马上找玉燕洲求助。电话过了很久才接通，沈明月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。玉燕洲，你能不能帮我找点人去奶奶那边疏散一下人群？玉燕洲显然对他不耐烦。我在忙，这种事你自己想办法。可是沈明月话还没说完，那边就挂了电话。顿时沈明月无比心寒，浑身冷得发颤。深吸了几口气，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选择了报警处理。警察说会尽快过去，沈明月也连忙赶回去。等沈明月到时，警察已经护送奶奶到了医院，但因为错过最佳治疗时机而昏迷不醒，进了重症监护室。沈明月双眼通红地站在重症监护室外，又自责又难受。陪了一会儿奶奶，警局那边就通知他：沈小姐，带头聚众的几个人被拘留了，
你过来一趟吧。沈明月走进警局时，带头堵门那几人仍旧在推卸责任。那沈明月自己做的事就不影响别人了？我们也没对他做什么呀。记者就是脸大，一句话就能抓人了。沈明月心口怒火陡生，他死死攥紧手冲了进去。因为你们，我奶奶现在进了 ICU， 你们知道吗？那几个人对视一眼，闪过一丝慌张，马上又理直气壮说：你想讹钱是不是？我可没碰她，就是她一个老太婆自己身体差，关我们什么事啊？还有人挑衅地看沈明月，反正我又没碰她一下，大不了等72小时就无罪释放了。沈明月的指甲几乎陷进掌心，嘴唇发抖。这件事我一定会追究到底。他最后只恨恨吐出一句，红着眼深深看了这些人一眼，转身离开。回到医院，沈明月联系阿姨从家里带几件换洗衣物过来，好留在医院照顾奶奶。手一滑，看到了之前采访时加的幼儿圆圆长发的朋友圈。这次活动完美结束，辛苦各位小朋友和家长啦。沈明月一眼就看见了玉燕洲和薛庆怡的孩子其乐融融地面对镜头。发表的时间就在他打电话过去的时间段。这一瞬间，沈明月只觉有把刀活生生割向了自己。他仿佛是一瞬间凝固了，只有心口空空的疼，疼到他拿不稳手机，砰一声掉到地上。他骗他说出差，他骗他说在忙。在他急哭了的时候，他在陪别的女人照顾孩子。病房里是空的死寂，只有奶奶的呼吸机发出的滴滴声。没有人知道，在这短短几分钟里，沈明月的心经历了什么。眼泪已经干在了脸上，他抖着手捡起手机，又看了那视频许久，最后给那园长点了个赞，感谢他让自己死了心。沈明月自嘲地扯了扯干裂的唇角，他不再去想玉燕洲，只想照顾奶奶，想办法找回公道。玉燕洲来了医院，沈明月见了他，嘴唇张了张，却发现自己没什么话可说。他以为他是来看奶奶的，没想到玉燕洲却是来问罪的。沈明月，你能不能消停一点？非要死抓着那几个人不放吗？沈明月一怔，然后被气笑了。如果出事的是你妈呢？你还能劝我消停吗？玉燕洲不耐烦，那也是你自己先犯了错。现在事情越闹越大，都已经牵连到我们公司的声誉了，你懂吗？听到这些话，沈明月本以为已经麻木的心再次被狠狠刺痛。这一刻，他觉得窒息，似乎有一把钝刀扎进心口，有什么彻底碎了。他说，那就离婚。玉燕洲一愣，紧了手，你疯了？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让薛庆怡住进家里，陪她的孩子过生日，还叫你爸爸，把他安排在自己身边工作，一起出差，一起住酒店，不就是为了让我给他让位置吗？沈明月语气前有未有的平静，他是真的对此感到疑惑。玉燕洲做这些，不是想和他离婚，又是图什么呢？玉燕洲咬牙道，这是两码事，你不要胡搅蛮缠。沈明月很累，不想再和他争论哪怕一句。他一指门，我现在很忙，这种事你自己想办法。玉燕洲一噎，还想说什么，沈明月却直接关上了门。玉燕洲在门口站了许久，最终冷着脸离开。他根本就不信沈明月会和他离婚。喜欢闹脾气，那就随他闹去，反正就像以前一样，迟早会来找自己求和。当晚是公司的年会，也是薛庆怡正式入职的欢迎会。燕洲哥，谢谢你来接我。薛庆怡从玉燕洲车上下来，两人一起往里走。薛庆怡一脸担忧，我听说你和明月姐又因为我吵架了，要不我再去和她解释一下吧？不用管她，她自己小心眼，神经兮兮的。她是大记者嘛，压力大，难免多想。玉燕洲一听更是冷笑，呵，记者
做假新闻的记者。薛庆怡贴心道：燕州哥，不要生气。对了，我最近抢到2张演唱会的门票，周六我们一起去看吧，转换一下心情也好。玉燕州面色柔和了一点。他们走进年会大厅，这时忽然听见里面的员工喊道：电视台台长亲自直播澄清了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老板娘不是那样的人。她是直接外放的，声音不小，在场的人都听得见。直播里，傅长业义正言辞，对于沈明月同志的报道，经我台审核，没有任何造假行为，所有审查结果都是公正有效的。对于这件完全人为的新闻事故，我们已经对幕后操盘手薛庆怡、王汉玉等人提起诉讼，相信法律会还审记者一个公正。玉燕州一下僵住，不可置信看向薛庆怡。薛庆怡浑身僵住，随即红了眼泪，讪讪地看着他道：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燕州哥你要相信我。玉燕州正将信将疑，这时助理匆忙过来打断了薛庆怡的话：总裁，法院那边给您发来了传票。玉燕州心忽的一沉，皱眉问：什么传票？助理沉默一瞬，语气不详：老板娘她正式向您起诉离婚了。玉燕州同人一颤，不敢置信道：你说什么？助理又公事公办地重复了一遍：老板娘要起诉离婚。玉燕州脸色很难看，眉头拧作一团。两人的声音并不小，在场的大多数人都听见了，窃窃私语声络绎不绝。什么？起诉离婚？老板娘这是铁了心了，我就说薛庆怡都这么过分了，老板娘怎么还能忍？玉燕州很不耐烦，冷声呵斥：都给我闭嘴！大家纷纷闭上了嘴。一片寂静中，那人手机里直播的声音就尤为清晰，不再是傅长业的声音，而是沈明月在说话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各位不要抱有侥幸心理，去做一些不被法律允许的事。薛庆怡脸色更难看，抓住玉燕州的衣袖，哽咽道：燕州哥，我是被人利用了，不是我做的。玉燕州现在没心情安慰他，一把甩开了他的手。关了。玉燕州冷眼瞪着那个看直播的人，那人讪讪地退出了直播间。玉燕州拿起手机就往外走，一边拨打沈明月的电话。嘟嘟嘟，你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1次、2次、3次，怎么都打不通。玉燕州第一次体会到，原来电话打不通是这么令人烦躁的一件事，而他自己却忘了多少次对沈明月的电话置之不理。玉燕州攥紧手机，眉头紧锁。总裁，外面有警察要找薛庆怡。门外的保安又来通报。一时，众人各异的目光都落在薛庆怡身上，鄙夷、奚落、同情，应有尽有。薛庆怡泪眼朦胧地看向玉燕州，却发现玉燕州根本没看他，直接离开了。薛庆怡一僵，只得硬着头皮跟着警察走。傅长业送沈明月回来，沈明月在真诚道谢：谢谢台长。不只是因为蹭了车，也因为傅长业愿意公开表态为他证明，也省去他很多功夫。傅长业摇头：是我没能及时处理，才让事情发酵得这么严重，是我要说对不起才对。他前几天出省考察，回来才得知这件事。沈明月抿唇：不，其实台里大部分的人能管，但他们怕把自己拉下水，根本不会管。你愿意主动站出来，就已经说明你的正义。傅长业一愣，无声地叹息一声。两人刚出电梯，沈明月一眼就看见了堵在门前的玉燕州。他皱眉：你来干什么？玉燕州死死盯着他身边的傅长业，声音冰冷至极：你就是为了他要跟我离婚？沈明月气笑：玉燕州，你什么时候能从自己身上找问题？玉燕州反驳：你不要把问题丢给我，是我在问你。沈明月无话可说，他终于明白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沟通的。见他不说话，玉燕州就以为他是被戳了痛处，
无话可说了。玉燕州冰冷的眸子发红，上前就攥住他的手，我们回去说，我不可能离婚。沈明月皱眉挣扎，你放开我。傅长业看不下去，上前阻拦，玉燕州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夫妻吵架，轮得到你说话吗？玉燕州冷冷看他一眼，你没看向沈明月，你们发展到哪一步了？睡过了吗？沈明月终于忍无可忍，狠狠甩了玉燕州一个巴掌。他顿时一片死寂。玉燕州瞪大了眼，双目猩红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沈明月。沈明月打开自己的包，一股脑把自己收集的材料丢在玉燕州脸上。我为什么要和你离婚？你自己看，婚内出轨，证据都在这呢。玉燕州猛了一瞬，才狠狠皱眉道：你在胡说什么？沈明月冷笑，一字一句地阐述情侣酒店的开房记录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去亲子乐园，薛庆怡小孩叫你爸爸的录音，和薛庆怡之间暧昧的称呼，深夜前去薛庆怡家。玉燕州，你说证据够不够充足？玉燕州看着那些照片，脸色铁青。这一刻，他忽然明白，沈明月这一次是认真的，他是真的想要离开他。玉燕州心里忽然慌乱不已，他的喉结动了动，双目猩红，哑声说：我不想离婚。沈明月没有一丝留恋，转身就走。轮不到你决定，我会交给法官判决。玉燕州彻底慌了，想要去拉住他。明月，我可以把钱都给你，你别。沈明月嫌恶地避开了他。你还是多留些钱养小三小四吧。玉燕州脸色一白，要追上去，却被傅长业拦住了。人总是这样，拥有的时候就有恃无恐，当对方要离开了，才猛然察觉到对方有多重要。相识10几年，结婚4年，双方都深深扎进了对方心里。只有的人抵不住新鲜感的诱惑，另一个人就亲手一点点把他从心里剜去了。傅长业讥讽道：玉燕州，你真是活该。玉燕州咬牙冷声：闭嘴。你接近他是为了什么？我是他的上司，别把所有人都想得和你一样肮脏。玉燕州眼神冰冷，一把甩开他的手。傅长业忽然问：薛庆怡是怎么和你说她的孩子的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玉燕州不耐：实不相瞒，我是她的前男友，在快要结婚的时候发现她怀孕了，但是我根本没碰过她，你说可不可笑？玉燕州脸色一下就青了。薛庆怡和他说的是，孩子的爸爸是个消防员，结婚前出任务光荣去世，那时候他伤心过度晕倒了，被送去医院，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有了孩子。孩子的父亲是个英雄，以后孩子一定也会成为英雄。薛庆怡说的声泪俱下，令人心疼。玉燕州嗤笑一声：你以为你说的我就会信吗？无所谓，反正出轨纯属是你活该。傅长业满不在乎，转身就走。玉燕州手捏成拳，咬紧牙关才没有冲上去。这个男人就是故意激怒他。玉燕州又想起刚才沈明月是和傅长业一起回来的，心里更加不悦。沈明月指责他时，口口声声说他不忠，难道他和这个男人就绝对清白吗？他绝不会轻易和他离婚，如了他的愿。玉燕州眼神阴翳，冷着脸离开了医院。几天后，法院开庭，沈明月坐在原告席上，冷眼看着对面的薛庆怡和另外几名被告，神色各异。其中的几位，当初他在警察局就打过照面，当时他们神色嚣张地挑衅沈明月，现在却彻底慌了。他们曾在网上大放厥词，嚣张至极，热度很高，也留下了许多删不完的证据。当初拿来伤害他人的刀，现在就成了束缚他们自己的枷锁。法官一敲锤子，宣布结果。据多方核实，被告李芳和、薛庆怡、王汉玉等人涉嫌煽动舆论恶意诽谤、侵犯个人隐私、非法聚集的罪名属实。
李芳和判处有期徒刑1年03个月，薛庆怡判处有期徒刑2年05个月。沈明月从法庭离开时，郁彦周的车停在门外等他。见到他一出来，郁彦周就迎了上来：“明月，我妈叫你回去吃一顿饭。”沈明月本想拒绝，但听到是郁母的意思，就答应了。他正好回去和郁母好好解释，告个别。这么多年的长辈，就算沈明月和他的儿子离了婚，以后也还是会回去看他。到了郁家，沈明月一下车就听见了孩子的哭声。沈明月一愣，郁家哪里来的孩子？他一扭头就看见郁母抱着哄的，正是薛庆怡的孩子。沈明月的脑子懵了一瞬，没反应过来，薛庆怡的孩子为什么会在这里？郁母难道也知道薛庆怡的存在？仿佛有一把锤子砸在沈明月的心口，生疼。郁彦周似乎也不知情，走上去问道：“妈，你怎么把孩子带回家了？”郁母随口道：“哎呦，小姨不是要进去了吗？就把孩子送我们这来了，总比福利院好不是？而且你不是挺喜欢这孩子的吗？我看着也挺喜欢的，又乖又懂事，在家里陪陪我热闹多了。谁叫你和沈明月连个孩子都没有，不然我至于吗？”说着说着，郁母就看到了郁彦周身后的沈明月，一时止了声音。郁母放下孩子，干巴巴道：“明月也来了呀？”瞪了一眼郁彦周：“你这孩子，怎么你也不提前和我说一声，让我好好准备准备？”郁彦周抿紧唇，没有说话。沈明月攥紧手，直截了当地问：“妈，你也知道薛庆怡？”郁母目光躲闪：“是啊，她带着孩子来过，和彦周一起来的吧？”“是孩子想来玩，薛庆怡只是顺便，你别多想。”沈明月不说话了，心已经沉到底，似乎坠入寒潭之中，冷得令人发颤。原来郁母也早就知道薛庆怡的存在，甚至和她可能相处得很好。同为女人，沈明月根本不相信郁母看不出男足和薛庆怡不一般的关系，她只是装作不知道，还帮着隐瞒罢了。对郁母而言，儿子才是最亲的，沈明月不过是个嫁进来的外人罢了。哪怕从小看着沈明月长大，说把她当作亲女儿一样，却可以为了儿子瞒着沈明月一个人和小三相处，还可以帮小三带孩子。沈明月忽然觉得自己本来准备的一番解释的话，此刻显得像个笑话。沈明月笑了笑，带着疏远：“对不起，阿姨，我们不会有孩子了。”郁母皱眉：“明月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怎么连妈都不叫了？没有孩子又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你身体真的不行吗？”郁彦周打断了郁母，他回头想牵沈明月的手：“别说那些乱七八糟的，明月只是闹脾气了，过几天就好了。”“好不了了。”沈明月把手抽开了，看向郁母：“阿姨，我和彦周要离婚了。”语落，郁彦周身子一僵，郁母也愣住，一时间一片寂静，只剩下薛庆怡的孩子仍在哭，实在是讽刺。哪怕薛庆怡不在了，她的存在却无处不在。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说这件事，先走了。沈明月微微颔首，转身就走。他没办法在这里再多待一刻，只要一想到薛庆怡也来过这里，坐在和他一样的地方，做了与他相似的事，沈明月就觉得恶心。甚至薛庆怡应该比他更讨人喜欢。郁彦周喜欢他，郁母也喜欢他。沈明月作为郁彦周的妻子，却像个局外人。郁彦周追了上来：“明月，你听我解释，是我妈自作主张会把他带回来。”沈明月甩开他的手：“够了，郁彦周，明月，我们好好说，好不好？”“好，那我就和你好好说。你说是阿姨自作主张，但你如果没有把薛庆怡和孩子带回郁家，阿姨怎么会知道薛庆怡和孩子？”沈明月前有未有的冷静：“郁彦周，从你变心的一刻起，就该知道我们绝不可能回到从前了。
可我不爱他，但你和他做过的事，每一件都和当初你说爱我时做的一样。沈明月这么一说，玉燕州哑了声音。沈明月自嘲地笑了笑，所以爱也是可以装出来的，是吗？可你现在对我却连装都不装一下了。玉燕州眉头皱紧，没有说话。沈明月转身要走，又听见身后玉燕州隐忍的声音：那你呢？口口声声说是我的错，你和傅长业就没有越界吗？沈明月脚步一顿，心中寒意弥漫。算了，随你怎么说。他淡淡说完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沈明月打了车，报了地址后，才长呼出一口气。他扭头看向窗外，感慨万千。当初那个干净纯粹的少年，现在却变成了这个样子。恍惚间，沈明月想起了多年前，他半夜发了高烧，外面是暴雨，车都难开出去，是玉燕州亲自背着他走到了最近的诊所。玉燕州把他送到了，沈明月得到了治疗，玉燕州却当场昏了过去，烧得比沈明月还严重。沈明月一个晚上就好了，玉燕州在床上躺了1个星期。可是他醒过来后，只是握住沈明月的手说：你没事就好。到了。司机师傅的声音打断了沈明月的回忆。沈明月付了钱，轻声道谢。他是该从记忆里走出来了，不要再被牵绊住脚步了。公寓内，沈明月久违地回到这个地方，他和玉燕州2个人的家，曾经温馨而甜蜜的地方，不知何时早已变得冰冷不堪，东拼西凑。沈明月以前买的沙发套，玉燕州说太幼稚，换掉了。沈明月买的窗帘，玉燕州说太难看，换掉了。现在房子里的家具对沈明月而言熟悉又陌生，他不知道薛庆怡来过多少次，只是在后来的许多个日夜，他和玉燕州躺在一张床上，总觉得后背搁着东西。那是错觉，可是那天的耳环不是错觉，玉燕州的变心也不是错觉。沈明月摘下客厅悬挂着的2人的婚纱照，深深叹了一口气。下一瞬，沈明月抬起手，又高高砸下，镜框分裂，玻璃破碎。沈明月弯腰从一堆碎玻璃中捡起那张照片，拿起剪刀将上面的2个人分开了。既然决定了，沈明月就不会再回头。他从来就是这么坚决的人，就像是曾经说要做记者，他就坚持到了现在，仍旧不曾放弃。曾经选择了玉燕州，他本想一条路走到底的，可玉燕州先放弃了。沈明月踩过碎片，将屋内的合照都剪碎了，扔到厨房的水槽里，用打火机点燃。看着过去的自己一点点蜷缩变黑，化成白灰色的灰尘，沈明月终于逃离了那股窒息的感觉，鼻尖呼吸到了清新的空气。拿了些自己的必需品，其他的东西沈明月一概都不要了。这个地方沈明月也不会再回来了。回到医院时，沈明月看见病房门开着，里面似乎有不少人。沈明月心一惊，担心是奶奶出了事，连忙跑了进去。我奶奶怎么样了？雨落，沈明月就看见病床上空空如也。沈明月的心猛然一颤。沈明月焦急问：我奶奶呢？一旁的护士连忙解释道：老人家已经醒了，所以被送去普通病房了，我带你过去吧。沈明月的心这才放了下来。谢谢。推开病房门，沈明月就扑到了病床边。刚才的事还令他心有余悸，如果奶奶真的出了事，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。奶奶，你醒了。沈明月对上老人慈爱的眼神，鼻尖一酸。奶奶还带着呼吸机，说不了话，就看着他笑。沈明月的眼泪差点落了下来，他吸了吸鼻子，紧紧抓住奶奶苍老的手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奶奶，你要长命200岁的，要看着我到7老80岁为止，好不好？沈明月说着说着，就带上了哽咽。最后实在忍不住，沈明月埋头到奶奶手边，哭泣不止。
奶奶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无条件爱她的人，可她却差点害得奶奶出事。沈明月内心愧疚无比，对不起，奶奶，都怪我。头上传来轻轻的触碰感，透过朦胧不清的视线，沈明月知道了那是奶奶在摸她的头。临在爱她的人面前，沈明月内心压抑的难过与不安在这一瞬间彻底爆发。她哭了很久很久，直到天黑了疲惫睡去。几天后，奶奶的状况好一些了，也能和沈明月说话了。沈明月面上的笑意也多了许多。在奶奶的坚持下，沈明月请了个信得过的护工，回台里工作了。奶奶知道记者是沈明月的梦想，也相信他未来会成为独当一面的大记者。沈明月回到台里后，得到了许多同事的慰问。明月，你前些日子不好过吧？真是辛苦你了，怎么也不多休息一会儿？明月，我买了些安神茶，给你一点吧。沈明月一一回应，抬眸时看到了人群后的傅长业，他朝他笑了笑，用口型说了声谢谢。傅长业点了点头，转身进了办公室。忽然，平时和沈明月比较熟的女生惊呼：明月，你今天怎么没有戴戒指？你可是我们台里的模范妻子啊！沈明月笑容收敛，低头看了看空空的无名指。因为常年戴着婚戒，导致那里有一块发白的形状。沈明月抿了抿唇，无所谓道：马上就离了，不想戴了。这话一出，八卦的同事炸开了锅。什么？离了？为什么呀？你们不是青梅竹马吗？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。他出轨了。沈明月没打算给郁彦周留面子，反正分开的也不算体面。况且，虽然大家都知道她结了婚，却没几个人知道她的丈夫是郁彦周。出轨这么恶心，男人果然都是下半身动物。哎，你别一竿子打死一群人啊！我可不是那种人。有人前来安慰沈明月，沈明月满不在乎地摆了摆手，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。没事的，我已经看开了。沈明月打开电脑准备工作，却发现自己的私人微博消息足足有99加，可他什么都没发呀。沈明月一脸茫然地登录上去，终于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。岳母竟然发了一个长篇，圈了他和郁彦周的微博账号，标题赫然写着被我儿子赞助上大学的儿媳整日不归家，婚后却起诉离婚，要求财产分半。沈明月一愣，作为当事人，他竟然有点看不明白这个标题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整篇的内容几乎都在控诉沈明月白眼狼，不生孩子，不照顾老人，也不给郁彦周做过饭，天天在外面抛头露面，没有做到一个妻子的责任。对于郁彦周出轨，带小三回家，帮小三养小孩的事，通篇没提一个字。沈明月一下就明白了，这篇文章的含义就是怕他分走了郁彦周辛苦赚来的血汗钱，他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，所以他只配净身出户。沈明月心里止不住发寒，有些想笑。果然人心的隔阂一直都在，无论他与郁母相识了多久，郁母终究只是把他当做一个外人，一个没有延续香火还要分割财产的外人。平心而论，沈明月从来不觉得自己做错了，他没有欠郁家什么。虽然有时候会出差，但在家中的时候，他也会做家务，会做饭等郁彦周回来，会记得每一个重要的节日。生孩子的事也是两人婚前就商量好了的，等一切稳定下来再决定备孕。他和郁彦周各自有自己的工作，郁彦周忙的时候就是情有可原，努力赚钱，他忙自己的事情就成了不顾家庭。沈明月自认为自己从不是一个婚姻的附属品，他是属于自己独立的个体。酒网络上的评论各异，许多人抨击沈明月，也有一小部分人觉得有隐情。小仙女就是这样的啦，天天在家里懒得要死，还天天说自己也要工作，一个好借口。这种老婆娶回家有什么用？
要什么没什么，花钱养他还不如请个保姆。这个名字不就是前几天那个澄清的记者吗？他是不是惹到谁了？但那一小部分很快就被埋没了。在同事们或同情或安慰的目光中，沈明月拿起手机朝楼梯间走去。沈明月打了郁彦周的电话，电话过了好一阵子才接通。沈明月直接问郁彦周：“你看了阿姨发的文章吗？”郁彦周沉默了，没有表态，但沉默也已经是一种答案。沈明月自嘲地笑：“那你说他说的对吗？”郁彦周叹了一口气，却是答非所问：“明月，我们之间真的没有一点挽回的余地吗？”见他故意转移话题，沈明月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那就全部摊开来说。郁彦周，是不是我说没有，你就假装什么都不知道，任由阿姨继续，任由舆论继续发酵？如果我们是夫妻，我当然会帮你。郁彦周说。沈明月冷笑：“你可没有帮过我一次，不管是上一次还是这一次。”沈明月不相信郁彦周会看不见那些肆意辱骂的话语，可是他全然不理又不睬，他只想着以此作为与他谈判的筹码。郁彦周噎了一下：“那次是意外，这次我是认真的，我们没必要闹成这样，离婚的事你别冲动，没有一点余地。”沈明月打断了他，声音一点点变冷。他又说：“郁彦周，你现在真让人恶心。”雨落，沈明月毫不犹豫挂断了电话。他倚在墙上，拖了半身的力，无名指上泛白的戒指印子，此刻在眼中却像是一个耻辱肮脏的烙印。郁彦周的所作所为，完全玷污了婚姻与爱情4个字。沈明月眼尾泛起了红，在昏暗中发了好一会的呆。整理好心情后，沈明月才走出去。门一拉开，就对上傅长业的眼睛。沈明月动作一顿，心里莫名一紧。为什么他碰见傅长业的时候，十有八九都处于一个难堪的境地？沈明月马上低下头，掩饰自己通红的眼睛。台长好。你的事我看到了，回去处理好再来工作吧，不用太着急。傅长业淡淡说。沈明月微微一愣，却摇了摇头：“我马上就可以处理好，10分钟就好，不会影响工作。”他抬起头，满不在乎地擦拭了一下眼角，眼神坚毅。“台长，我先走了。”沈明月微微鞠躬，转身回到自己的位置。傅长业看着他的背影，眸光带上一份极轻的笑意。沈明月回到座位上，直接放出了自己收集的部分证据以及法院的传票。我与郁彦周先生的婚姻状况究竟如何，可不是外人一两句话就能带过的，一切交给法院判决。郁母可能还不知道，他手里拿着一大把郁彦周出轨的证据。郁彦周不知道是太自信了，还是觉得他还会念旧情，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他的底线。关于孩子，是我与郁彦周先生婚前就决定过些年再考虑的，婚前协议上写的明明白白，工作上的事也会互相支持，可是现在怎么就变成了我一个人的责任？如果想要用这些来粉饰男方出轨的过错，那我拒不接受。法庭见吧。郁女士、郁先生签下最后一个字，摁下发送键。沈明月的心情从未有过的平静。为什么会走到如今这副难堪的地步？他不在乎了。把丑事放到台面上来说，都是郁彦周的咎由自取。沈明月看了一眼时间，刚好10分钟。放下私事，沈明月投入到了工作之中。搁置了好一段时间的工作，沈明月花了不少功夫才跟上了进度。下班时，同事告诉沈明月：“明月姐，门口有人在等你。”沈明月收拾包的动作一愣，现在来找他的人，除了郁彦周，就只有郁母，而这2个人，他谁也不想见。沈明月从侧门离开了，却不可避免地在医院被堵住了。郁彦周抓住他的肩膀，双目猩红：“沈明月，你非要和我争个鱼死网破不可吗？你知不知道现在事情有多严重？”沈明月直直盯着他，
冷声回应：“你今天才知道我就是这样的人吗？”玉燕州皱眉，眼中俨然受伤模样。4年的夫妻，你怎么变得这么无情？沈明月忍无可忍，一把推开了眼前的男人，眼神冰冷。你倒是对谁都有情，唯独不把我当人看。这个男人早已经不是他认识的玉燕州了，他自私又自利，不爱他却又不愿放过他。沈明月知道，他的挽留只是为了自己的名誉，并非爱情。玉燕州正要开口，口袋里的手机却响了起来，是律师的电话。玉先生，明天上午10点开庭。玉燕州手一下攥紧，看向沈明月。沈明月什么也没有再说，甚至没有多看他一眼，毫不犹豫转身离开。他看到的只有沈明月的背影，决然而挺立。玉燕州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久没有注意过沈明月了，才发现他瘦了许多，头发也剪短了。他想追上去，脚却定在原地一般。病房里，奶奶一眼就看出沈明月心不在焉。明月，怎么了？看你心情不太好。沈明月动作顿了一下，他把拿起的水杯再度放下，坐在奶奶的床边，轻声说：“奶奶，我和玉燕州要离婚了。”说出口的那一瞬，沈明月松了一口气。他可以毫不畏惧地告诉所有人，唯独不敢和奶奶说，因为奶奶知道他受了欺负，会心疼的。为什么？之前不是还好好的？奶奶一惊，抓紧了沈明月的手。老人家不怎么上网，也不知道现在他和玉燕州的事已经闹得人尽皆知。沈明月笑着摇了摇头，没有说话。等他冷静下来后，才意识到他和玉燕州之间变得糟糕的关系，其实从很长一段时间前就开始了。奶奶见他不说话，又着急问：“是不是燕州那小子欺负你了？”奶奶，没事的，都过去了，以后我会照顾好我自己，也会照顾好您的。沈明月只是轻拍奶奶苍老的手背，眸光坚定地说。他没有明说，但奶奶很快就明白了。